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，要保湿伊贝诗。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前往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。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镜千面系列大力支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出你的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添加《爱情保卫战》的官微，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，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。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了哪几位老师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情感作家辛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大家的老朋友，来自华谊家群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。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老师们的智慧吧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。各位请看。男嘉宾陈先生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市场调研。来，有请小陈，有请。女嘉宾邱女士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学生。来，有请小邱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主持人好。好，恋爱多久啦10个月了。啊？10个月。10个月啊？对。今儿来干嘛呀？今儿我就想他身上毛病太多了，我想看看通过主持人和嘉宾那些话，能不能让他改他毛病。要是改不了的话，我觉着我俩我没法跟他在一起了。要改毛病来了哈。10个月了，谁追的谁？我追的他。行，你追的他，还想跟人家好是吧？是。来说都有什么毛病，我给你数着。第一，就是吧，你说我俩在一起，他总愿意跟我提分手。你说人俩在一起吧，是不是都小姑娘闹别扭，愿意说分手？到我俩这直接反过来了。这我不咋说，他可倒好，这一整就说，一整就说，要么就是跟小孩似的，生气自己直接就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撂那儿了。你说他对他以前的女朋友也不这样啊？我就看他空间就是经常发说啊，就是跟人家道歉呀，就是明显就哄人家的话。到我这儿就5个字全概括了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哪5个字？就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就这5个字是吧？对。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完了他就拿原先的事儿，完了现在跟我抱怨这个。那是小时候的事，现在咱长大了，还有必要天天往微信上发吗？对。那天天咱发咱不烦，别人天天看，别人还天天烦那你说你能一跟我生气，你就在旁边玩手机看视频，你还能笑出声来？你就想象那个场景啊，主持人，我俩正生气呢，我在旁边坐着，然后他不搭理我，你说不搭理我也行，你干点自己事儿也行哈。人看视频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听人从那哈哈大笑呢。你说你长没长心呢？你能笑那么大声？你就是故意气我的吗？这看视频不就是干自己的事儿吗？对，他是干自己的事儿。那你说你低调点行不行？你说咱俩正生气呢，他不哄我，他还从那笑。每次吵老半天，吵个没完。最后吵出来个结果，我就想我俩自己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那自己看会视频咋的了？看会视频我想笑我没憋住还不行啊？但我也不是故意气你的那我还在旁边生气呢呀，兄弟！你不哄我就算了，你笑那么大声，我能不生？我更生气了，我就。那你说你觉得手机好玩，你就跟手机过呗，你还跟我在一起干啥呀？那能一样吗？不一样是吧？就是。下次买一个大的，你看的时候也这样。不就完了吗？我可不愿意跟他一起看，那是反正我就觉得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，你也不顾虑我的感受啊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女生追你，现在有点飘啊？我看你要上天，我看。现在有女生追他是吧？
好，有个女生追他，总给他打电话啊。那女生谁呀？我小学同学。那小学同学你俩什么关系？总给你打电话？你说咱俩刚在一起那会儿吧，然后他就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他说那个是他小学同学，那我也没那么小心眼儿啊。我说那没啥事儿。那后来总打的，谁能受得了啊？那小学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不是有事儿吗？他每次有事儿你还接电话干啥呀？那他给我打我能不接吗？那我也不愿意接他电话。每次不是安排吃饭的地方，就让我安排给他玩的地方，我也不想接。我不给他拉黑了吗？那拉黑了那天晚上他怎么又能打电话呢？那天咱俩电话之前刷机了，然后他能打进来，他自动从那黑名单移除了。这我也忘了。我越想这事越生气，主持人。我就当时我寻思我打过去问问这个女生是谁呗，我还挺温柔的跟她说话。我说喂，我说你是谁呀？你知道那女生咋说吗？你管我找谁呢？我找谁我不找你。他跟你什么关系？他这么跟我说话人家说话说的确实没毛病。你跟人家姑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人没找你，确实没找你啊，找谁也不找你，说的没错啊。往下说，第3个问题啊。我去火车站买票，那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啊。然后那个你说那个本来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回家，我也挺难受的，我还没买着票。我寻思那我那个装可怜，跟那个叔叔说一声，让我进去呗。妈，我说半天都不让我进去，我说回不了家了，我都难受死了。我寻思给他打电话找点安慰吧。我说喂，你干什么呢？然后他跟我说他打台球呢，然后说那个你自己去买客人票吧。我再打手机就关机了，你长心了吗？我那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呢。咱俩打完电话之后，我电话就没电了，真没电了。没电了会不会充电呀？他那没有充电器呀。你不会带着，你不想着呀？你怎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呢？我当时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客车站等了2个多小时去坐客车，给你朋友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是不是你不让他接的呀？那你在外边自己我也着急呀。那给他打电话我都不明白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他不接也赖我。那你俩天天在一块玩，然后那以前打电话找你都接，就那天没接，那怎么就那么巧啊？那巧了呗，那之前那你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你赖我，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那你想一下我当时的处境，我多难受啊！不是什么处境啊，姑娘。我当时我就自己一个人，然后我特着急，我买不着票。生活不是经常需要自己一个人出门吗？这怎么了呢？就我感觉当时自己特别难受，就总是为什么难受呢？因为他想让他安慰安慰我，或者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买票的问题，或者跟我说说话也行。但是我当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我去买票的时候，我兜里还没有现金，还没带上现金。然后那个我又那个微信也买不着，我又跟人换了半天才换着钱。啊，行，我们给他记住了啊，这不关心女朋友的死活，自己还玩，对吧？这是第四个缺点，还有吗？有一次那个走楼梯的时候，走楼梯就是下楼梯嘛。我就之前确实是有点生气。然后我就走在前面，就走快了点嘛。但我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呀。啊，你说这也没什么毛病吧？然后结果我一到路口，我发现人没了。没了，我寻思人买东西去或者干什么去了吗？你知道干啥去了吗，主持人？我肯定不知道。我这打电话，人家说人回家睡觉去了。啊，都没跟我说，自己回家就睡觉去了，管都没管我。啊，你说你怎么想的呀？你就晚上把我一个人扔外头了？你多倔呀！那咱俩生气往出走，我刚出门道，这人都快没了，那走多快呀！我能走多快？我飞了呀！我走多快？你多走2步能不能撵上我？那我还生气呢，那你生气我？你生气就了不起，我生气你就不哄我。哎，这个都可以划归为不关心啊。睡着了吗？没有，没睡着。没睡着。然后怎么着了？然后他说让我接他，但是我也不方便，我已经到家了啊，到家了，父母也睡着了，我开门关门，我进来的时候他也就醒了，然后我再出去，我怕再给他俩打扰醒了，反正我想啊，那边也都是路灯，然后离家也近，我就想让他自己回去。你就总想着让我自己就干什么事儿就是自己想走就走，就把我自己给扔那儿。你说你那天也是晚上也挺黑了吧？你是对我的身材和颜值太有信心了，一点不怕我有危险是吗？那都是灯那边。那都是灯，是不是得我一个人回家呀？我当时旁边还有个醉汉在旁边跟着呢，万一我有点啥危险呢？哎，
说来说去，你们俩谈了几个月恋爱？10个月。10个月啊？哎，就是10个月，特别错愕吧？啊，10个月的恋爱就能谈成这样，还有别的毛病吗？这孩子？就是这件事我再说点儿，主任，你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最后那个解决方法，正常来说是不是就是他把我扔那儿了？你说他哄哄我或者怎么样，就让我回家了是吧？结果人没有，人到最后之后跟我说分手了又。为什么谈恋爱不好好对待人家姑娘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就这姑娘哪儿你看不上，你要这么对待人家？确实有些事儿做的不太尊重了。你比如说，即使是个普通的异性。晚上的时候也应该送人家回家，是你跟人约人出来的吧？是，对吧？你这个确实做的不好，孩子。但是我确实当时生气，他倔，我也倔，我俩刚开始那会儿就倔，然后我俩就一直这么磨合，反正磨合到这儿了就。还是这样，你就不能让着我点儿吗？你怎么说我也是女生。那你老说我，你不也那样吗？你不也有我不懂事的时候吗？上回我领他去见我妈，你都见你妈了？啊，见了。你们俩这样干嘛见你妈呢？当时还挺好的，但是行，见你妈了好，完了然后呢？时候也不好，见我妈了，然后离大老远他喊小燕儿，我以为他喊旁边喊小燕儿，我妈名字里边带燕儿。就是当时这么回事，主任，就是之前见过他妈妈，就感觉关系挺好的。然后那个就是平时也会开玩笑或者闹着玩怎么样的。然后当时他妈妈那个就是名字里面带一个燕字儿。我就想弄，就是跟我妈妈就是表示亲密什么的，我也会管我妈妈他们叫小花啊什么的，都会叫名之类的。我寻思呢，跟他妈妈也就是关系特别好，我想就叫了一声就是小燕儿，就是闹着玩，就跟咱们平时叫亲爱的什么这些昵称不一样的嘛。不是你跟他妈有多好的关系？见过几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反正见过很多面了，然后他妈妈就人特别好，然后跟那个就是也跟小孩似的，就平时闹着玩、说话唠嗑都挺好，我就感觉像朋友一样了呀。你妈生气了吗？她没生气，我生气了。你生什么气啊？咱不是晚辈吗？我感觉不应该给长辈起那种爱称，也不应该那么跟他那么开玩笑。那你说我也不是不尊重阿姨，我当时后来我后来也感觉可能我做的不太对，我立马我就回去跟那个阿姨道歉了，结果她可倒好，她当时生气了之后在大街上就跟我吵架，然后人转头就走了，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大街上了，我打电话都不接，你都多大了，你还说撂蹶子你就撂蹶子。那我走的目的是啥呀？我不是怕我妈担心咱俩的事儿吗？她那么大岁数了还担心咱俩小孩的事儿，因为这点事再让她操心。那我也没想让他担心呢。那后来他知道这件事，不是因为我回去跟他唠嗑，然后他就发现了吗？而且你啥样，你是他儿子，他还能不知道啊？然后他妈妈给他打电话找他，才找着他，要不然我都找不着他。反正我就感觉你有点不尊重我妈，我怕咱俩还没结婚呢，要结完婚以后，你不更得过分。我觉得你这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吧？我以前我也没对阿姨怎么样吧，我对阿姨他们也挺尊重，挺好的吧。我好奇的问一句，怎么两个人谈了10个月的恋爱，就跟男方的妈妈见了好多面了呢？因为家离得比较近嘛。邻居啊？算是吧，就是对楼。就我对楼啊？我家住这楼，他家住那个楼。那你们俩得多小就开始互相那个望穿秋水的隔楼相望啊？那倒没有，那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坐第一排，他坐最后一排，那时候可没想跟他在一起。初中同学啊？两家人认识吗？还不认识。不认识啊，但那也很奇怪哈，谈了10个月的恋爱就反复的见男方的妈妈，你母亲喜欢他吗？挺喜欢的。挺喜欢的。挺喜欢。你干嘛每次跟人提分手啊？为什么呀？有时候真受不了呢，这太倔了。受不了就分呢？为什么不分呢？那你总说分手，谁能受得了啊？你说。不是我问男生呢，为什么不分呢？我也舍不得。舍不得什么呢？俺俩性格特别像，然后就是倔，我俩人都倔。就是过不去那坎儿，还是对，就是反正我俩遇到问题呀，他烦的不行，我烦的也不行，想跟他好哈。看他表现吧。你是看他的表现啊，还是你自己要好好表现呀？都好好表现呗。你看，实话是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
明明是他表现的不好，但是每次都是我在那儿委曲求全的让着他，我该怎么办？是这意思吧？命题是这样的，这姑娘被这男生欺负了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是觉得被欺负了吧？你一个男生不关心我，不照顾我，你反而小鸟依人靠在我的肩膀上，你要跟我分手，我出去你不管我，你撒娇，我跟你妈开个玩笑，你还骂我，受不了了吧？但是又舍不得是吗？哦，两个人给到的理由是我们再找不到第二头倔驴像我们这么合适了，我们还想掐。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米娜老师。男生总跟你提分手这事儿，我们一会儿再说他。但是我们现在先问问看您觉得在整个恋爱里头，您有一丁点的过错没有？也有。是什么？反正我性格可能。试试看，在关系到最紧张的时候，不提分手2个字，就问他一句：你想咋办？如果女孩还继续抱怨的时候，您再问她一句：怎么样解决呢？如果她继续在抱怨，您还可以打断她：怎么样你可以开心呢？我相信3次打断之后，女孩该告诉你解决方法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即使是抱怨，也请您听下去，因为她可能递过去的就是一个哄她开心的说明书。好，谢谢米娜老师。徐总，你们俩在一起才10个月，或者说建立恋爱关系才10个月，按理说这应该是热恋的时候，为什么男生表现得这么冷漠，而女生呢，什么事情都不能自立地完成？然后刚才川儿问出一个，你们是初中同学，我在想这也许是根结所在。你们以前是初中同学，之后联系多吗？不多。那怎么又走在一起了呢？我们就是因为那个同学聚会又见面，然后他又说觉着我挺好，然后才追的我，我们又在一起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就是熟悉的陌生人。你以为你很了解他，因为是老同学嘛，以前的印象可能觉得不错，然后呢，现在又重新相逢，短暂的接触，觉得哎挺好，但实际呢，一接触深了，就发现他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。吵架基本上没有结果，基本上就是分手。分手是你要想要的吗？还是说你已经觉得你牢牢的掌控住了他，怎么分手他也还会回来，你觉得无所谓，但怕就怕这个无所谓。而女生呢，你认为你和她的妈妈已经很熟了吗？一下就能进入到你和自己母亲那种交流方式吗？不是。我相信在同样的这种社交技巧方面你也是缺失的，如同你和你男朋友相处模式是一样的，你不会相处，先让自己能力树立起来，提高起来，找一个真正能够在乎你的人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莎娜老师，你们2个人吵架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呀？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是吗？差不多哈。你知道，其实，在情侣当中吵架这件事儿呀，也是有学问的。有些情侣这个架呢，越吵越亲，越吵越近；有些情侣这个架呢，越吵就越冷，越吵越远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越吵越亲的架，这个架吵的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；如果越吵越远的架，这个架吵的就是在争对错，争谁在这个感情里面占上风。在感情当中，不要争对错，不要论长短，
多看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有问题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倦你生气，他不生气吗？你在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，他也是同样的。所以多体谅对方，多为对方着想，好吧？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申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这个恋爱当中的彼此就像博弈的双方，如果这两个选手之间互相尊重、互相平等，他就应该摸清楚自己的分量以及别人的重视程度。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男生的性格这种互动方式是由你逼出来的。我不相信他在生活当中对待别人也像对待你一样，他的风格就是要把事情做绝。当你一旦有了一个要撒娇的念头，我就直接把这个事儿给怼回去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省麻烦。但其实久而久之，你会觉得你们俩之间相处的挺没劲的。一个要拔高自己的价值，一个要把你的价值轻归为零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最好的方式就是分开3个月，看看生活当中没有对方的这3个月，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够想到他，你就会意识到他曾经在我生活当中的价值有多少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爱的舒服是恋爱的第一原则，虐恋让自己痛不欲生的恋爱，至少是不积极的。这种恋爱不要也罢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萌萌，对不起，刚才老师说的我都记住了。虽然我很多次让你失望，但是我真心的愿意为你改变，改变到直到你认为我足够爱你，足够给你一个肩膀的时候。希望你给我个机会。就是你每次跟我提分手，还有把我一个人扔下的时候，我真的特别难受。我也没说你一直不好，你肯定有好的地方，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。但是你要真的是一直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以后的话咱俩也没法在一起。好啊，男生说的很动情，女生也动了情了，看最后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吧。来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，辛苦，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啊。女生真的就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吗？啊，还是回复到过去他们的一种所谓的恋爱机制或者爱情机制当中，也不太清楚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男生第一次跟女生说对不起，没问那么细致，对吧？但是至少今天女生在最后回答和表白的时候，听明白了一点，过去这恋爱谈的是不舒服的，她心里有感觉的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机里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好了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。
对，把戒指给叔叔。对啊。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，在伊贝诗保时节活动期间加10元送一套纯净级保湿时刻透水嫩药保湿伊贝诗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，请见证。我会好好对你的，以后会改的。我希望你能把你的毛病都改。你会看我表现好。来，点亮灯啊！祝福你们啊！来，谢谢啊！你们应该谢谢老师们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啊！就是当那两个人在表白的时候，女生说了一句话，我突然才反应过来啊。女生说：“我希望把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改了。”我才意识到男生的毛病是什么呀？总结起来叫“我不在乎你”，这是给我们的感受。今天女生来要的是，请你在乎我，好吧？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，我觉得我愿意祝他们幸福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波折，希望他们通过今天老师们教的方式能够有所启迪吧。啊，愿你们幸福。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平时他总说我妈这么不好那么不好，不会照顾孩子，不会照顾家人。再一个就是男人嘛，在外边上班工作的时候回来感觉挺累的，其实也不是说不想对家里做点什么，收拾卫生啊，或者做个饭了，洗个衣服了，但是我就是不是太习惯干这个，也不太会做家务吧。回家看个电话，看个电视的时候，媳妇儿就总说干这个干那个，心里特别烦。我就觉得，他一点不理解我，然后，一直是他干点什么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说挺不情愿的，然后一整就是说跟我耍脸子。我觉得他比我大，就应该能理解我，能在家务上就能帮我多干一些。但是说现实总是跟我想的不一样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就觉得，我希望就是说找到一个就是他会体贴我、会关心我的人。但是在我老公身上，我就觉得我没感受到，一直是这么多年来，就是一直我在照顾着他，关心着他，家里的事情都是从来是说就是我干的比较多一些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孙先生，3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公司职员，有请孙先生，有请。女嘉宾王女士，3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，来有请王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自由职业是干嘛呀？就是在家带孩子，属于家庭主妇吧。多大了孩子？9岁。结婚多少年啊？结婚12年了。哦，结婚12年，啊，孩子9岁哈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啊，今天是你要来的？对。为什么而来呢？就希望通过上这次节目对他有所改变。你老公怎么了？你要改变他？他这个人就是特别不会心疼人，不会照顾家，不会照顾我和女儿。说你最委
你就懒了呗。嫁到他家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，然后这些年了，从来没有说主动张罗回我家看看我妈妈，然后不代表说你回去了就能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我妈妈把我和我妹妹带大也挺不容易的，我觉得你时不常的是不是应该多关心我家里人，逢年过节了。虽然说钱不多，但是我都知道说去考虑你父母的感受，都督促你给你父母打电话。但是你呢，从来没有说主动给我妈打电话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什么时候张罗年节给我妈打个电话，带着我和女儿回家看一看？不给我妈打电话也就算了，我要说带着女儿回家，她连电话都不给我打，然后我还得关心她，上班了工作了挺累的，回来吃没吃饭。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不想我和女儿啊？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给你打电话浪费电话费。我说一个电话费能多少钱？这就说明我和女儿在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地位。你在你妈那儿我不是放心吗？没给你打电话。这么多年了，回家了，你说家里家务活你从来都不知道帮我干一些。你说女儿身体不好，进屋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天天就知道玩手机看电视，一进屋不是沙发上就是床上。从来没说帮我料理一些家务，本来虽然说我不工作，但是家里的活这一天也挺细碎的，挺多的。你说你回来了，我知道你工作一天挺累的，跟你说两句话他都特别不耐烦，都不愿意理我。因为平时上班挺累，就晚上回家能想歇一会儿，看看电视，动动手机。你说往那一坐的时候，你就不是扒拉我，就是让我干这个，让我干那个。你平时单位上班没时间，就想下班回家能歇一会儿。那人家两口过日子，你说一个在那做饭的，一个在那摘菜的，你说说你，天天就知道饿了的时候找我，还有什么时候说你能想到我？你说我又不是一个保姆。你这种日子过了多少年？一直就是这样，从结完婚那怎么坚持过来的呢？刚开始的没说吗？我家里我爸爸去世早，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和我妹妹结婚的时候，我妈都不太同意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俩人过日子。就寻思，如果说他能心疼我，知道疼我一些就行。当时年龄小，也没想那么多，然后就这样就结婚了。那时候你们是怎么结的婚呢？自由恋爱啊，还是别人介绍啊？是别人介绍的。刚开始是他妈妈嫌我个矮，但是也同意让我们结婚。然后结完婚了，既然你知道你未来婆婆那个态度，为什么你还要嫁呢？我就觉得嘛，从小我妈妈带我挺不容易，我就寻思早点结婚，然后这样也能分担一些家里的一些事情。你的描述是你希望通过一段婚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，是吧？嗯，有这种想法。是这意思吗？对。那你们俩当时处了多久结的婚啊？我俩处了也2、3年，但是处对象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嘛。嗯。婚后嘛，也不知道心疼我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心疼你的？有女儿之前，有女儿之后？有女儿之前。有女儿之前就开始不关心你了。对。然后你还给她生孩子，还继续在一起，这个动力是什么呀？刚开始是因为没想过离婚嘛，然后家里面在屯子里都是说结婚了不要孩子，完了家里父母就催得也比较急，他妈妈催我要着急要孩子嘛，但是我俩那时候刚结婚，然后家里经济状况并不是很乐观，然后我就说他那时候他也是不想要，然后说我们就说奋斗几年，然后再考虑要孩子的问题，但家里的老人不同意嘛，就因为这样事，我跟他妈妈吵过2回嘴。但是从来我说我不希望说，你就能说是站在我这一面，说他妈妈不好怎么样？但是过后了，我有委屈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，然后替我说说话。可是他从来没有，什么时候都是向着他妈妈说话，从来都不向着我说话。你家里兄弟姊妹几个呀？我有个姐姐。所以你结婚，你妈挺着急抱孙子的。对，着急抱孙子。原来他挣钱都是给我，然后我来料理家里这一块花销。每个月虽然说挣的钱不多，但是说各项的费用啊、开支啊、支出啊，都料理的挺明白的。然后，但是有的时候钱花光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这个月又没钱了。”我告诉他节约一些，省一些。他就说我特别气愤的生气着说我啊，你钱又花在哪儿了？怎么又没有钱了呢？就特别气愤。完了这2年没什么孩子，随着孩子上学各方面事情挺多的，完了我记忆也不好。然后我说那你来管钱吧，我说你料理家务。结果到现在可倒好，
料理的一塌糊涂。来的之前家里的各项费用啊、欠费什么都料理不明白。然后我一说，我说你看，你知道我以前料理这家有多难的时候，他就会哎呀唉声叹气，从来不想一想说哎呀媳妇儿你挺辛苦的，挺不容易的，然后从来不会这样讲。孩子婆婆帮你带过吗？不帮我带，自己一个人带的。对，一个人带大的。带孩子确实太辛苦了。现在这个孩子没说吧，每天上学呀，然后学习课外的这些辅导班啊，没说都是我自己在经过，从早上忙到晚上，有的时候回家了连饭都吃不上，这样都报了很多班。嗯。小朋友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啊？不算他的正常那个吃喝和穿戴吧，每个月的5个班费用在1000多元左右。报班要1000多。然后其他的费用呢？其他的费用没细算过。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现在的工资一个月是5000块。5000块，能剩下来吗？剩不下，房贷每个月是1500元，然后孩子是1000元，然后还不算吃喝，然后剩下的2000多块钱家里面的。开销啊，这些各项费用啊，然后他还要开车嘛。这种状态你怎么不出去工作呢？我很好奇，因为孩子已经9岁了吗？我家孩子有毛病。什么毛病？他现在是肾病综合症。就是特别需要人照顾，离不开人，是这样。大概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23个月的时候。23个月的时候就发现了。对。老家对这有什么想法呀？他就是总说我妈不帮他看孩子，这是一方面。完了，其实有些时候我也很抱怨他，那他妈也不帮我们看孩子，只给他妹妹看孩子。妹妹工作没人带孩子，所以说那边也有个孩子需要看，然后我们离得又远，所以说我妈只能给我妹妹看孩子。而且孩子现在说我家孩子这身体状况问题，我妈也说，也心疼我，也想说帮我带，但是没办法，说真的，一旦带不好了，说这个责任。他也是承担不起的嘛，所以一直以来这些年我家孩子就是谁也没带过，就是一直是我自己在带，也没办法去工作。那这个宝宝现在需要长期服药吗？是的。服药是不是还有一笔钱？对。也就是说，这先生挣的5000块钱是完全要花掉的，对吧？对，剩不下。累不累？心里累不累？心累。再一个，为了孩子，没办法。有很多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其实也会浪漫，也会那个照顾人什么。但自从孩子有病之后，没有那个精力，只一门心思只能是赚钱，因为孩子花销太大，比我们所有人加起的那个支出都要大。我不是说你非得说在浪漫这体现在花多少钱的事上。我说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来没有说像人家夫妻俩啊一起拉个手去看个电影啊，不用说你给我买多少花呀，或者花多少钱我就开心，就是说明在每件事上，你只要说哎呀媳妇儿我理解你，你从来都不说，一有什么事儿啊那脸就拉得可长了，就特别的生气，然后他像个孩子似的。那天以前看到微信上说。女人找老公，找好了像找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，说找不好就像找了一个儿子。但我在他身上，我就感觉天天不是哄着女儿，就是哄着他，我觉得我心特别累。婆婆对你们家宝宝生病怎么看呀？帮衬你们吗？现在说这不是他自己工作嘛，然后有的时候家里钱确实不够花，然后在孩子吃药啊、看病这一方面确实帮助我们不少。也就是说，婆婆是帮衬你们的，对吧？对，钱的方面能帮着我们一些。婆婆有没有说过这孩子身体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咱们再要一个比较健康的宝宝？就是这样说的。你的想法是？但我觉得，我说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你这个孩子你帮我拉扯，让我不这么累的话，我可能说这个孩子也就早就要了。但我就觉得我现在自己带着一个，本身孩子身体状况还有毛病，然后他现在还处在上学这个阶段。然后我说你是要了2胎，然后他也说不帮我带。你说我是看大的还是看小的？你跟婆婆谈过吗？也唠过，谈过。他就说不帮你看。然后刚开始。我妈人那脾气不好，她带孩子，她基本上没带过孩子。因为我俩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，我妈那有一点事儿，她就脾气先上来，所以跟我媳妇儿她俩始终整不到一起去。
婆婆是这样，她也是这样，家里的事吧不帮带，然后干什么还都毛毛愣愣的。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，我说你帮我擦一擦地，孩子可地爬嘛，我说那屋里那么脏，弄得孩子到时候肯定是要生病的。我说你帮我擦擦地，是帮你擦了，赌气囊塞的在那擦着地，孩子在那玩，他一关门把孩子手掩了，干什么都是毛毛愣愣的。天天不是说回家了，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。我说你说你娶媳妇儿，跟他聊会儿天吧。在家了，出去不能看电影。我说在家找个电影看，然后看一会儿电影。我说这块是演的是什么呀？我说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呢？有时候看不懂，哎呀，就可不耐烦了，就瞅着，哎，就说你能不能看，不能看就上一边去，就这样说我。你说我就觉得，真的是这些年感觉挺委屈的，就一点都不会心疼人。你是特后悔嫁给他吗？后悔。我来问你先生，你们这个小家应该是你妻子说了算吧？对。你家庭条件好吗？不是很好。一般。一般。对吧？对。所以她当时嫁给你是因为你很听话，是还是不是？她当时嫁给我也是因为喜欢我这人。喜欢你这人。对。喜欢的是她听话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其实她听话这个本质是没有变的，对吧？是。变的只是说，这个男人好像做什么你都觉得别别扭扭，是吧？是。所以今天来你要干嘛？我希望通过上这次节目，让他学会就是多关心人，多就是能知道疼和姑娘和我。他怎么不疼姑娘呢？他作为一个父亲，就是多回来能陪伴我们，多陪我们聊聊天，多了解我们的想法，了解我们的心理。你是指他回来的少是指什么？下班以后不回家吗？回家呀，回家，但是我们很少有沟通，没有交流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在跟他说话，他这个人就平时就挺闷的。谈恋爱的时候呢？谈恋爱比现在相对好很多。女儿呢？女儿她也很少过问。是吗？为什么不问呢？我下班时候回家之后就是看电视或者捅手机，跟女儿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愿跟女儿玩一会儿，就简单的玩一会儿，就跟我媳妇儿就是回家的时候也很少说话。我本身就是不爱说话，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爱说话。这不是理由，你觉得压力大吗？压力很大。当你一开始知道就是说女儿生了这个病的时候，怎么想的？当时孩子有病的时候，就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无论是怎么做，必须把孩子病治好。你妈妈怎么想的？我妈妈孩子有病，我妈妈就家里的主要资金全是我妈妈支持的，因为我这一年上班。也就是说，婆婆在那个时候倾囊而出，是吗？对。同意吗？同意。那这婆婆没毛病啊，挺好啊。但是没说嘛，那你是现在说？那你还要求她什么呢？没要求婆婆怎么样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特别没有担当，特别没有男人的那个。我们把这件事情向另外一个更坏的方向演绎一下，姑娘哈，好不好？他知道女儿得这个病了，他跑了，他的家人也消失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觉得我就应该更坚强。啊？那你为什么现在不能更坚强呢？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太累了。哦，太累了。所以其实你看到的是，在这段婚姻当中，也有一个生病的宝宝，所以最累的人是你，对吗？对。他不累，他的妈妈不累，他们都没有压力，他们没有把那个宝宝当成他们自己的宝宝，是这样吗？我觉得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他们不是早跑了吗？我要问先生一个问题，你现在还爱他吗？还是责任？爱他。啊，还爱他。你觉得他容易吗？作为女人来讲，家庭这块我对家做的确实是不够多，他确实也不容易。好，他还爱你，你还爱他吗？说实话，没关系。更爱女儿。啊？更爱女儿。更爱女儿，所以就是问题都摆在这儿了。老师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，来，米娜老师，在听您的这一生啊，这个半生吧，这半生里头，我会觉得您仿佛一直在做同一个动作。您觉得在自己妈妈身边，仿佛那个日子不是很好，你选择嫁到了她家，
当时您也有说他家条件也没有那么好，但为了解决自己娘家的负担，您觉得早一点组建家庭对妈妈比较好，对吗？所以您是在成年以后自己能挣钱改变命运的时候，选择了放弃自己的能力，转而投奔了另一个比原生家庭显得稍微好一点的人，这是您的第一个动作。然后再接下来，等您生了女儿了以后，日子没有像您期待的那么好，因为女儿生病了。您不管怎么说，您要把自己的身心放在照顾孩子上。孩子上学的那么几个小时里头，他不需要您站在他的教室门外盯着他的，对不对？您忽然有了大把的弹性时间归自己，但是您却不打算把这一把时间拿来做一点有用有意义的事情。您在思考的是，为什么他不陪我玩？为什么他不来给我解闷儿？为什么我的妈妈不来帮我？为什么我的婆婆不来帮我？您又是自我选择，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自己隔离自己的一个小岛上吧。我想问您，您有女性朋友吗？闺蜜？现在有2个是孩子同学的家长。你也不会跟这个孩子的家长这一种闺蜜去聊你家里的家长里短，你心里有多苦闷这一些事情，是不是？聊也有。所以你可以通过跟女性伙伴来倾诉，解决你心里头淤积的这一块，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那么当他下班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想跟他聊天的时候，能够让自己的状态调整回不是抱怨，不是指责，不是挑剔，能调到这个频道吗？因为现在更多的时候，反正就是在这个状态里。当您在这个状态里的时候，他肯定不能跟您沟通啊。我以前见过很多案例里头的丈夫更极端，回到家了以后就在车里坐着，自己先深呼吸，平静个10几分钟、半小时，再上楼。问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上楼就将面对喋喋不休。很多男人会选择我在外头打拼都比回家好，因为你可能对待让你不愉快的人，你还可以横眉怒对一下，或者是说怼回去。但是回家面对自己的太太的时候，一吵这是永无宁日，所以他们宁可选择躲起来。如果您不能调整一个状态，等待他回家的话，他依然跟您没有办法沟通。您刚刚还有讲到一个抱怨是什么？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一直以来就特别的，就是不在意我。您想让他在意你，首先得请您先在意起自己。您现在能不能够回答我，您可以取悦自己的有哪些事情？现在就是说能把女儿照顾好。除了女儿，做什么能让您高兴？就是有的时候偶尔帮别人梳头发呀，然后我喜欢这些，一直美妆啊、美甲是我一直以来的就像追求。您还是有自己喜欢的这个事物的，那为什么不能够在闲暇的时候去周围可能这一些店里去帮帮忙也好，慢慢的看是能不能够在女儿上学的时候做一点零工？再做。这样的话也能够使您能够开心一些，对不对？当我在问您说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取悦自己的，这其实是对所有中国现在的全职太太们一个必须得问的。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取悦自己，您把取悦自己这个事儿交给了您的男人，你会发现他一定让你失望。你有大把的时间都会变成挑他的刺，指责他，抱怨他。你只有学会使用这些时间，比如我看半小时书我开心，比如我自己梳一个漂亮的头我开心，比如我帮隔壁的小姑娘梳好了头发我开心等等。每天去做一些取悦自己的事情，能让自己觉得由内而外的笑出来，这样您才能够克服掉身上挥散不去的这种怨气。今天从您到场上来了，我坐在您附近，我都觉得有一种冷冰冰的怨气从您身上蔓延开来。您对生活稍微宽松一点，微笑一点，它能回报你的可能也就温暖一点。先试试调整一下自己吧。谢谢米娜老师。曲总，我跟丈夫聊一聊，你觉得你的老婆有工作吗？没有。错。你老婆正在做着一份世界上最艰辛而又最孤单的工作，就是做你家庭的主妇。她在家里要安排什么呢？你听一听啊。做饭，孩子，她要当医生，她要当老师，
他要去当财务，他要当采购，所有繁琐的事情全都抓在手里头，然后还要处理非常复杂的婆媳关系，很辛苦。为什么说他孤单呢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不到你的理解和支持，跟婆媳关系搞不好，他没有自己的工作，脱节了社会上的一些社交活动，相对来说，在你这个家里头比较压抑的狭小的环境里头去整日的在生活。但最关键的就是你不给他一种阳光，你不给他打开这个狭小空间的这扇门，你只是觉得负责孩子的病我负责出钱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这就是你为什么在家看电视啊看手机啊，你是不敢面对真正家庭里的状况，而恰恰你们这个家庭是需要2个人共同面对的。你的老婆需要帮手，而这个帮手你责无旁贷，因为你是她的老公，因为你是孩子的父亲。拜托，能不能我们站立的挺拔一些，给到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些积极的阳光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你颓废，你看看你眼前的女人，她很悲伤。刚才老师也说了，她的状态也不好，而你们俩这种状态不好，就共同沦落下去的，别人帮不了你的。你的母亲，她的亲戚只能说给点钱，给些安慰，但真正的改变和帮助自己的是要从内而外的改变。你们要对孩子的病治好是有信心的，你们要对未来的规划是有安排的，这才是一个家庭真正能够走下去的原动力。多交流一下，不是说为你多关心我一点，而是说为我们的家多做点什么。解决了你们俩的问题，其实孩子问题、今后规划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孩子的病没事儿，好吗？我们只要努力，就能做到这个家庭很幸福的。关键是不要自己心里先灰暗起来，自己没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莎娜老师。最可怕的就是忘了初衷，忘了怎么相爱，忘了什么是爱，忘了怎么去爱。其实我觉得我在说你们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立场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听到你们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自己先懵了。确实都很不容易，别说这个肾病综合症，我刚还查了一下，就别说这个病，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儿子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，那1周都把我和我先生折磨得够呛，就更何况你们这在9年当中，应该是7年，从2岁的时候知道了得这个病，7年当中这么长的一个病程的里程，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受打击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是理解和心疼你们，但是谁的人生不苦？谁不是一边喊着活不下去了，还一边努力活着？我们老说一句话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当你觉得真的日子很苦，过不下去的时候，就阿 Q 精神，看一看过得不如你们的人。如果你们是消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，那生活给你们反馈回来的也同样是消极的东西。但如果当你们把心态调整到积极乐观的模式的话，那生活带给你们的可能也是阳光。丈夫，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，你在家里面安一个监控，你看一看监控的内容，你看一看这一天妻子是怎么过的。在网上有一个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短片，就是讲了一个2岁孩子的妈妈的一天。我跟你说，全职妈妈连一泡屎都不能拉安生，真的一点不夸张。站着吃饭，上厕所不敢关门，关上门孩子就在外面哭。当然你们现在已经过去那个时候了，可是他就是这样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没有工作，曲老师说的特别好，他是一个全年无休的工作。你还有周6日，他有吗？你还能用手机电视逃避一下，他去哪儿逃避？想想女儿吧，生的是女儿也会嫁人，嫁一个像你这样的丈夫，你以后到女儿的家里面看到她过的日子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就说这么多吧，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父亲早年去世，本想着找一个能够给自己如父如兄的爱的丈夫，谁知道找到一个
不太懂事，甚至稍微有点幼稚的丈夫。结果孩子又患上肾病综合症。肾病综合症可能会治愈，但是很难治愈，有高额的费用。但是我请你想想这一点：你的母亲是个寡妇，带着你和妹妹艰难度日。她甚至没有想过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再找一个。你说是她难，还是你难？我觉得母亲更难一些。那为什么你不能够向母亲学习呢？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摆在你眼前。如果说一个单亲妈妈是艰难的，她带2个女儿度日，丈夫的母亲其实也不错，在你的孩子身上花费了巨大的费用，这个母亲也是值得让人学习的。那么既然2位母亲都可以乐观地面对现在的生活，同时你也没有被人所抛弃，你为什么每天要装作一个天下最不幸的样子？聪明的女人会把不幸化为幸运，愚蠢的女人才把幸运化为不幸。你有那么不幸吗？他算不上是好丈夫，但也算不上是坏丈夫。他在他那样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长大，是很多平平庸庸的男人或者丈夫当中的一个而已，算不上10大恶极。他只是没有满足你内心的想象，这个男人能够改变我的生活，我的命运。但你不能说他不是那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就责怪他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是不称职的。你找他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楚这一点。男生，他们所说的那些你已经记着就行了，他挺不容易的。他本来对这段婚姻抱有了特别高的期待，和普通的女生面对于婚姻不一样。普通女生面对于婚姻可能只要浪漫，只要一心一意忠诚，但她不一样，她甚至要求你代替她父亲的角色，因为她父亲早年去世。我知道你扛不起，但至少做好你现在应该做的。生活当中的3个女人，她妈、你妈和她，都在为你的女儿奉献和努力着。你再不往前多用点心，你的良心往哪儿放？所以你必须迅速成熟起来。听明白了吗？就这样。恕我直言啊，我觉得你特笨哎。咱们不说那个阳光什么那个，对，你就想，你从今天开始要把自己变聪明。聪明是什么？我觉得全世界的女性或者妈妈有一个最厉害的本领，动物都有。当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妈妈一定有办法解决它。你没有，我看不到这份坚强。换而言之，我看不到这份聪明。你再抱怨，你的生活就全毁了。其实女儿特别希望妈妈是坚强的，对吧？对。那对她来说是健康重要、开心重要，还是课程重要呢？你自己去想，要不要报那么多的补习班去上？她需要一个怎样的人生？为什么是那样的人生？你在抱怨老公不陪你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时间？你买3张电影票，他休息的时候，一家人去看个动画片呢？我是觉得你自己没有经营的时候，不要抱怨，不要再抱怨了，做一个聪明的女人。虽然没说您啊，但是说句实话，她挺需要你支持她的。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去支持他，好吗？啊，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，从咱俩相知相识到现在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爱着你。虽然孩子有病的时候出现了点儿
这样，我也知道说咱们全家人都挺努力的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我这些年真的太累心了。我也想说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觉得我应该试着也多为我自己考虑一些。来，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10几年的夫妻啊，因为孩子患病，所以情感产生了一些变化。当然，我没有办法肯定的说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身体原因导致了夫妻变成这样。但是有一点大概是可以给我们思考：面对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理性的去思考，积极的去应对。至于最后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情感的危机和生活的危机，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慢慢去学习。但是有一点，千万不要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，对幸福的渴望及追求。本节目由海伦可乐眼镜千面系列大力支持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啊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，在伊贝诗保湿节活动期间，加10元送一套纯净级保湿时刻透水嫩，要保湿伊贝诗。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来吧，送给你们，祝你们幸福啊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尤其是你要加油，好吗？好。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祝他们幸福吧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，我们有请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。京云的网友提问：本来跟男朋友相处2年，明年都打算结婚了，可是前几天他说因为我脾气不好，他喜欢别人，我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。我觉得我还爱着他。冷静之后，他也说能够继续的相处，但是他触碰了我的底线，我该怎么办？美诗有底线而不坚持底线，结果是彻底沦陷。如果一个人践踏了你的底线，其实无疑是践踏了你的人格。而一个缺失了人格的人，他拥有的一定不是爱情，而是施舍。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湿湿水嫩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，要保湿伊贝诗。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前往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